欢迎来到 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官方回应肖战被实名检举税务问题，受理完成。这也太突然了！还在看肖战工作室新发的像素载入中的 Vlog， 强行闪入了一个大瓜肖战被实名举报税务问题的帖子就出现在肖战话题中。不得不说，高收入人群的公众人物，不管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都会吸引来一大波人的关注和讨论。笔者也瞧了一眼，只想说这位实名举报的网友怎么看都像一个文盲，单看这条被抹掉了不少关键信息的回执，简直是漏洞百出。先看吃瓜群众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检举内容图胡字小，原文如图。不管3721就跟着发酵的营销号，很明显也把吃瓜群众当傻子糊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了。简单说说这份回执中的漏洞。漏洞一，肖战的商务代言和演艺片酬的报价2500万2年和3000万，这些都是网传无处求证的信息。根据最新的广电新规，演艺人员的片酬不可超过制作成本的 40%。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作为内娱熟知的顶流出道7年，演过平台 S+ 制作的只有玉骨遥一部，让他报的《陈情令》定级是 A 级网剧，据说片酬是几百万的样子，当时的经纪约还在挖唧唧挖，据说到手的不到100万。漏洞2，内容中提到肖战的单曲《光点》销售金额1.6亿，却未见工作室和公司财报。单曲属于出品版权公司的，虽然艺人也能分到，但并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另外，肖战的工作室不是上市公司，不要公示财报。漏洞3，话剧《如梦之梦》的票价问题，这就是个小学生应该也懂的。第三方售票平台和黄牛倒票不是一个演员能决定的事情，毕竟一大台戏8小时演出，并不是肖战一个演员。漏洞4，话剧《如梦之梦》的赞助懒人坚果肖战从未代言过该品牌。最可笑的是怀疑第三方售票平台黄牛赞助来实现偷税漏税，这太扯了，脑子秀了。按照《如梦之梦》10档票价，去掉一个最高的1680和一个最低的80，中间还有8档票价，平均一张票730一张，这还没一个明星演唱会的票价高。72场下来，所有票价往高了说1000万，各种人员工资、场地租借、设备搭建、辗转等各种人物财力的付出，全都把票价算肖战一个人收入了，这未免太扯了。漏洞5，将商务代言和参演作品加话剧巡演，按照网传的报价计算，肖战收入最少应该有9至10亿，都有这么多钱了，还拍啥戏？应该回家养老，还需要拍别的戏？直接自己组个剧本，做制片人，当监制，自己当主角，想演多少戏份就演多少戏份，就不会让那些配角在自己的剧里给自己疯狂加戏了。漏洞6，肖战爸爸开的公司转移收入实现偷漏税。还是那个问题，没记错，当时成立的公司是有限公司，也并非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财报。且不说是不是父子关系，不能因为公司负责人姓肖就是肖战爸爸，这天下又不是肖战他一家姓肖。漏洞7，出现的合理怀疑偷逃税嫌疑最大，怀疑既合理。通篇下来就是饭圈口吻。看到豆瓣网友激烈讨论，这与早前因税务问题而翻车的宋祖儿待遇完全不同。然而，这两人有实质性的区别，宋祖儿是被人拿着证据去举报的，而非臆测，而且官方在回执中显示的性质也不同。肖战的是受理完成，并且该检举人已经得到了官方的回复，宋祖儿的是受理中，人家是拿着具体的证据去检举的，而不是根据猜测。检举肖战的网友将官方回复的信息抹掉，说明2个问题。第一，
肖战没问题。第二，官方回复的答案让这位检举人不满意，也不想让大家看到，所以才将其抹掉。当然肯定会有人好奇，既然已经得到回复，为何还要发出来？这还不简单，税务问题不只是吃瓜群众，正常人都敏感的点。虽然这份检举内容看着很低级，但正常人看到明星一个代言收入2500万网赚，一部剧收入3000万网赚，一首歌1.6亿，5年收入9至10亿网赚，谁不眼红？舆论的力量就是可以让这种贫富差距、身份对立立马掀起来，根本就没人关注事情真假，从而去抨击明星本人。通篇下来看到最多的字就是怀疑，这才叫真的借公器私用，合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全凭自己臆测。如果要对诬告负责，恐怕这位网友要洗提橘子油。终于体会到网友经常在热门短视频下面玩梗说的那句有时候一个人上网挺无助的。结语：看到这个消息时，第一时间不是反映肖战要塌了，而是觉得内娱恶境的手段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笔者笃定肖战在税务问题上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坚固，这不仅是基本底线和原则问题，而是已经被检验过了，只不过想再次利用舆论重演一次罢了。这就不得不提到20年那场数字事件，被连环组合拳狂锤10个月之久，众口铄金口诛笔伐，自诩编剧蓝红为其下场，商务合作待播剧无一不被热心网友举报，远比这一个税务举报的回执多得多。记得特别戏谑的一点，当时为了阻拦《狼殿下》的播出，将剧中出现的一只老鹰和其他动物给剧组扣上了虐待野生动物的罪名，以至于在播出的时候，在画面上专门标注了出场的动物为 CG 制作的备注。还有更扯的是，让3个平台给提供纸质的会员发票，那时还是疫情期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来看待问题，肖战所遭遇到的检举，正常人看着都是很无语的程度。就这种力度，最能让一个艺人彻底在娱乐圈消失的税务问题，在那10个月中，肖战依旧屹立不倒，那怎么会在自己重回巅峰再去犯这种低级错误？也正如肖战最新分享的8分钟视频的结尾说的，凡此过往，皆未序章，暂别，共赴下一站。杨紫忙送礼。杨紫这边节假日不仅要安排给团队员工们的礼物，同时媒体合作方那边也要随大流送点礼物。不过最近有人爆料说杨紫很抠门，给媒体的中秋节礼物竟然是价值90块钱的茶叶。这料如果是真的，那其他艺人送的礼物价值估计也不会有多高。艺人圈子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做拔尖或者是垫底的事情，大家送的礼物价值都不会相差太多，并且各家团队私下都会默契打听好要送的礼物，尽量不撞车。杨紫从来都不是个抠门的人，在剧组也是正常人情往来，跟主演们轮流请剧组人员们吃吃喝喝。她新戏前几天刚杀青，杀青当天有粉丝组团跑去做应援了，杨紫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请现场粉丝喝奶茶，甚至细心到为了照顾乳糖不耐受的粉丝去点了纯茶和奶茶2种。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